全文一更到底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，请正在蹲坑的你调整好姿势，慢慢品尝。救赎文男主出现后，我将调教好的女主还给他，曾经的乖戾少女长成了大家闺秀，两人郎才女貌，自然再没有我的余地。我骗他说去给他买城北的桂花糕，一走了之。可没曾想2年后我受邀回国，刚下飞机就被人绑进了车里。哥哥，他的声音里透着疯狂。2年了，我的桂花糕呢？哥哥，有人在敲门。我睁开眼，人却还在刚刚的梦里缓不过来。白宁冰推门进来了，怎么还没醒？是昨晚没休息好吗？我下意识捉紧了被子，冷声道：你怎么直接进来了？少女的动作一顿，抱歉，我现在出去。她眉眼弯弯，留下了一杯热牛奶，而我揉着脑袋下床，毫不犹豫地把牛奶倒进了洗手池，而牛奶质地粘稠，迟迟流不下去。15岁的白宁冰已经很会伪装，这时候的她最喜欢用人是她新研究的药。这是本豪门救赎文。白宁冰作为女主，从小被父母打骂，童年悲惨，导致性格疯批，表面上却乖巧听话。而我是白家的养子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。长大后见面，被安排住在一起照顾她。第一次见面，她就给我准备了花，可当夜花里就钻出来一条毒蛇。哪儿抓的毒蛇？早餐桌上，我像闲聊似的问出了这句。白宁冰神色不变，姿态坦然。哥哥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他比我小4岁，身材娇小，说这话时眨了眨眼，十分无辜。我笑了，起身去厨房端来了一锅汤。也是，你还小，这是我今早炖的汤，给你补补。说着就给他盛了一碗。谢谢哥哥。白宁冰笑得很乖，白皮肤，桃花眼，俏鼻樱唇，五官还没长开就已经极其好看。因为学习的缘故，有很浅的近视，偶尔会戴一副银丝眼镜。我看着他喝了一勺汤，忽地笑了，眼睛很适合你。他一顿，哥哥是在夸我吗？呐，我收了笑，显得你很乖。白宁冰，问你个问题，毒蛇炖的汤有毒吗？下一秒他就打翻了手里的汤碗，冒着热气的汤洒了一地，有些许溅在了他身上。我故作惊讶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身上有没有被烫到？没有。白宁冰咬着唇，貌似在忍耐着什么。谢谢，我去换个衣服，你自己吃吧。然后就气冲冲地上了楼。我坐在餐桌前，漫不经心地拨弄汤勺，果然还小，藏不住事儿，喜欢研究药，怎么连毒蛇炖汤没有毒都不知道？我跟白宁冰的学校离得很近，我是 A 大，他是 A 大附中，因此我们通常都是一起去学校。快过来，你要迟到了。我在车上对他招手，白宁冰面上的不爽一闪而过，又变回那副乖巧无害的样子。我们坐在后座，司机早就升起了挡板，看不见后面的情况。我余光瞥见白宁冰唇边消失的笑，嘴角不由得勾了勾。白宁冰，我忽地将头向他偏了偏，低声道：你还是学艺不精。他的唇线抿得很直，大概是在想我为什么能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我摸出一个蛇形胸针丢进他手里，笑了，你还小，藏不住尾巴的。我是在跟白宁冰见面的前一天觉醒的，通过梦境我看见了所有剧情。因为是救赎文，白宁冰从小被打骂虐待，童年悲惨，欺负我，各种挑事都是标配。在遇见男主前，他会把这个家闹得天翻地覆，直到男主识破他的伪装，救赎他。但不凑巧，我就是当代家长，什么疯批、精神病，通通按照不听话来处理。小孩子心情老不好，多半是装的，打一顿就好了。第二天，白宁冰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像原本蛰伏的蛇，对着猎物开始谨慎观察，准备出击。来吃饭。我依旧笑得温和。宁冰，昨天那个汤太意外了，我决定以后还是不下厨了。别这么警惕地看着我，你不怕蛇？他冷哼了声，坐下了。我还是盯着他笑，我什么都不怕，真的。白宁冰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那我就一个一个试，看你怕什么。好啊，我垂眸，忽地说了段毫不相干的话。我在孤儿院的时候，床上别说蛇、蜈蚣、蟑螂、鼻涕虫什么的都司空见惯，你们家对我很好，我很久没见过虫子了。正好，你让我看看我还怕不怕他们吧。白先生和白夫人都很忙，他们2人是家族联姻，一个屋檐下2颗离得很远的心，都以自己利益为先。白宁冰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同利益，而我是他们觉得放心可以照顾他的那个人。因此我接到白宁冰班主任的电话时一点也不惊讶。喂，是白宁冰的哥哥吗？让我惊讶的是班主任的语重心长，这孩子把同班同学打进医院，惊动了领导会被处分。老实说，白宁冰是个很会装的姑娘，从小到大都是3好学生，老师同学都赞不绝口，类似于温文尔雅、成熟稳重之类的。就算这小毒蛇是实在看不惯谁给谁下了长疹子的毒，也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。但这次性质不一样，你为什么殴打同学？办公室里只站了一个白宁冰，那个被他打的同学已经被送到了医院。我看见他的照片，鼻青脸肿，身上更是可怕。从小被暴力教育长大的少女，练了一手好散打，这些伤一看就是下死手打的。班主任一猛拍桌子，你知不知道你下手再重一点就打出人命了？白宁冰一动不动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瞟了我们一眼，那个眼神莫名让人不寒而栗，是我从没见过的样子。班主任还要继续发火，可就是下一秒，我站了起来，动作比脑子快。老师，让我跟宁冰单独说话吧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我们宁冰不是那么暴力的女孩子，你为什么要打人？这是我第3次问她这个问题。白宁冰还是不说话，颇为冷酷地转头看外面，无效沟通。我被这叛逆少女气得要死，不说是吧？那爱咋咋的，我走了，你最好能从你爸妈手里活着回来。白家父母对她极其严厉，常年第一都是最基本的，更别说遵纪守法，一点不顺心的就会把白宁冰打个半死，毫不手软。我扶着额头，心里默念他怎么还没被打服？你担心我？白宁冰忽然说话了，抬头盯着我，样子很乖。你不应该巴不得我去死吗？我愣了愣，话虽如此，但他终究还是只有15岁，从小经历这种教育，能装成好学生就不错了。真巴不得你去死的话，我早就告诉你爸妈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况且你也没继续往我屋子里丢毒虫了。第2天，我带着白宁冰又去了一趟学校，班主任火气未消，还牵连到了我身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白宁冰道不道歉？他爸妈呢？怎么老是你来？你管什么用？那个同学现在都还在医院里输液呢。白宁冰的手陡然捏成了拳，我察觉到，去牵住他的手，安抚性的摸了摸，也没察觉他整个人僵了僵。老师，您该庆幸他现在是在输液。我面上在笑，手里却推过去一个 U 盘，不然是我的话，我或许会将这位同学打得半
身不遂。U 盘里是当天目睹全程的女同学录下来的录音。放学后，白宁冰留下来做值日，被那个同学找麻烦。哟，贾清高，今天舍得自己打扫卫生，我们还说呢，你这个没爹没娘的东西，生下来就是被卫生工具打的命吧？白家夫妇低调，不仅不送白宁冰去私立学校，还从未露过面，给他穿的衣服也很旧，制定任务也非常严格，完成不了就是一顿打。久而久之，学校里就传他没有父母，是白宁冰的逆鳞。最后班主任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绿，而我只是牵着白宁冰的手，冷冷放话：我要求您，那位同学，他的家长都公开向白宁冰道歉，别怪我没提醒您，我们白家有钱，低调，但是记仇。方圆，白宁冰敲了门，我头也没回，进来，有事吗？他手里拿着几只还带着露水的白玫瑰，有些支支吾吾。花园里的玫瑰开了，我给你捡了一些插房间花瓶里。我挑眉，回身看他，小姑娘把花放进了花瓶里，白色的花很是好看，怎么不叫我哥哥了？我忽然开口，刚来的时候你可是一口一个哥哥呢。白宁冰的样子很不知所措，我又笑，而且今天的花里怎么不藏毒蛇了？少残害花园里的蛇了，蛇整天被你折腾的也挺可怜的。少女没学过道歉。房间里的新换的玫瑰，餐桌上热腾腾的牛奶，甚至还有包里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一张黑卡，你自己收着。我把黑卡丢在桌上，你爸妈就只给了你，莫名其妙出现在我身上，他们看见了怎么想？白宁冰微微抬头看我，抿了抿唇，样子很乖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又没记你之前的仇，我也没说我在道歉。青春期的小姑娘一贯心口不一，说这话时有些结巴，傲娇的可爱。说完，她又留下一句：你不买些好看的衣服，都不像大学生。我哭笑不得。于是当天下午，我去了一趟商场，只是在买的差不多了时，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，那是一个俊秀的男人，不惊艳却让人莫名移不开眼。你好，他的笑里带着打量。南佩先生，请问我的女主被你教养的怎么样了？还给你。我带着一大堆袋子回到家，把黑卡丢到书桌上。白宁冰没接，反而是抬头看了眼我身后的战果。你一个男大学生逛街也这么能买的吗？我挑眉，你心疼钱了没？他一开眼，语气忽地变低，你没带保镖，拿不下，可以带个人帮你拿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带保镖？白宁冰话语一顿，我没忍住，笑着揉了揉他的头。那下次你买东西带我去帮你拿。少女脸一红，偏开头，生硬道：下次再说。白宁冰其实只是个小孩子，有人好好爱着的小孩，最坏能坏到哪去呢？第二天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，知道白宁冰的真实身份后，他明显客气了很多。之前的误会我已经向那位同学的家长解释过了，协商过后，我们决定在今天的升旗仪式上向白宁冰同学公开道歉。您有空来带白先生、白夫人看吗？彼时的白宁冰正在我旁边不屑地听着，我笑了笑，好，我来。他对你这么客气，你那天给他的 U 盘里是不是还有东西？他问。我慢腾腾地把手机放下，叹了口气，真聪明啊，小宁冰，你们班主任那个势利眼，以前怕是没少给你吃苦头，所以我还找到了他私自收家长红包的证据，一起备份在了 U 盘里，算是威胁他。白宁冰大概沉默了有半分钟，就在我以为他不会说话时，侧脸忽然传来了温热的触感。知道了，他像是报复我刚刚摸他脑袋一样，故意掐了一把我的脸，别老是叫我小宁冰。升旗仪式上，我跟白宁冰站在最前面，她穿着我买的新裙子，整个人干净好看，十分惊艳，又透着一股子清冷。台上的是那个同学正在念给他的道歉，念完了还要鞠躬，好像白宁冰是哪个了不起的领导，沾了你的光，未来的白总。我低声打趣道。白宁冰不说话，手却不安分地扯了把我的卫衣一角，不知怎地，我心头漏了一拍，下意识往台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没有同学注意到我们，却有别的人。嗨，那天商场里碰见的男主正挺直地站在最边上，他笑了笑，比着口型，方圆做得很好，然后转身就走。日子就这么不平不淡地过着。白宁冰像每个高中的孩子一样，没什么假期，在家写作业会到很晚，偶尔我又会发现他偷偷溜去了他配药的地下室捣鼓，在做什么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，小心我让警察叔叔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走。我把白宁冰堵在门口威胁，这时候的他已经快要成年，个子却才到我胸口，垂着眼睛不看我，没有一点认错的态度。我错了，嘴上很认真，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扯住了我的衣角。说什么呢？我莫名身子有些僵，听不见。白宁冰便乖乖地凑过来复述一遍，距离一下拉近，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摘了眼镜，像带了某种刻意的引诱。可下一秒，我突然把他拽过来，鼻尖碰了碰，他措手不及。方圆，我没应，我把他手腕的袖子撸上去，你这里的淤青怎么回事？白宁冰已经高3了，与男主的见面已经过去了2年多，手里是女主的黑卡吧？他对你这么好，那次商场里他这么问我，按照剧情，他不应该把你虐得死去活来吗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？我警惕地看着他，后退几步拉开距离。男主叫傅喜，一如书里的描写，长相清俊，没有男配的俊美出挑，却自带光环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。当然是因为我也觉醒了。傅喜笑得很温和，我却莫名跟他难以亲近。方圆，他咬字很重，我才不想去管叛逆期的小姑娘。我抬眼，你想做什么？别这么警惕。他笑出声来，你知道的，剧情无法逆转，我们都必须遵守。白宁冰以后还是会属于我，你也改变不了你只是男配的命运。既然如此，你的任务就是替我教好他，也是替你报答了白家。白宁冰开始躲着我，他不肯说他身上的淤青，我逼问无果，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陷入了冷战，直到某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对面的声音似曾相识，温和却空洞。傅喜在听筒里笑，2年了，见一面吧。方圆，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傅喜的身份，除了他是男主，我是男配，以及他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的年龄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相反，他对我非常了解。怎么没见你回孤儿院看看？早就入冬。服务员把热咖啡端上来，傅喜吹了吹杯子，才慢悠悠地问我，还是说真以为在白家待了几年就能改头换面了？不关你的事。我冷冷道。他笑了，你对我一无所知。傅喜对剧情的掌握程度比我高，他不仅知道我的身世，还在我刚刚对付好白宁冰的时候出现，对我下任务。我的确不了解他，那你就那么笃定白宁冰会对你唯命是从吗？傅喜突然哈哈大笑，他把咖啡放下，声音微
了，他不爱上身为男主的我，难道爱上你吗？跟白宁冰冷战的半个月，我终于有空回了家。我决定去探探口风，问问小姑娘的感情状态，因为这既然是本救赎文，那么当男主救赎她的任务落在我身上时，整个故事就应该改变。引起故事改变的因素是主角的倾向。我不信一本角色觉醒的书还能按照既定的轨迹行走，但我也不确定他对我是否也同样。嘟嘟嘟嘟嘟嘟。但是直到天黑，我也没等到白宁冰回来，打了3个电话也没人接。距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，他就算值日也会很早回家学习。今天不对劲，我又想到了他身上的淤青，抓起钥匙就打算去学校找。砰！可下一秒，大门像是被什么重物砸开。我站在楼梯口，看清门后的黑影时，直愣在了原地。是白宁冰，刚刚砸开门的是被白先生一脚踹过去砸在门上开门的白宁冰。瘦弱的姑娘，唇角带血，脸色苍白，几乎无力地倒在地上。我还没来得及冲上去扶她，就看见了从白先生身后跑出来的傅喜。他看起来惊慌失措，像一朵无辜的小白花。您消消气，宁冰他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只记得傅喜和事佬的姿态和奄奄一息躺在地上的白宁冰。再醒来就是在医院了。你醒了？白宁冰睡了1天1夜，左手骨折，身上多处淤青，睁开眼时还带着些混沌，就好像下一秒就会碎掉。明明这些日子我把他养得很圆润了，我抓着他的手心，自己的手却莫名止不住的抖，一遍遍的确认他的状态。我去叫护士。别哭。白宁冰的指尖抚过我的眼尾，带出微微的湿润。我竟然没有察觉自己心疼的哭了。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哭鼻子的吗？我别开头，吸了吸鼻子。你看错了。他笑了下，又因为带动了身上伤口嘶了声。我摁了床头的呼唤铃，等待护士过来，才艰难地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和傅喜那天谈话的最后以他的不愉快而告终。临走前他留下了一句，就算他爱上别人，他也只能选择我，不可能违背剧情。我以为的剧情是书里强制的机缘巧合，可我没想到傅喜会是白先生最满意的联姻对象。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护士走后，我给白宁冰倒了杯温水，用勺子喂他喝了点。小姑娘的眸子亮晶晶的，直勾勾盯着我。只要伤到手了，你都会这样喂我吗？莫名的，我觉得他的视线有些狂热，这句话也带上了奇怪的意味。会。我抿了抿唇，但是你还是别伤到我，心疼。白宁冰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，肉眼可见的怔了怔。我叹了口气，又喂他一口。你到底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个同学没有认错。他没说话。我故作生气，又不说，你非要我看见你被你爸打残废了才肯说吗？气氛静默2秒，他终于说了，那个混蛋偷拍了你的照片造谣。我从没想过白宁冰会是因为我那个同学不服气，但也知道了不能硬刚，所以他察觉了可以利用我。他 P 了你的照片去了 A 大的论坛编辑造谣帖，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给他跪下就到处发，因为公开道歉过后全校都知道了你在 A 大。你知道我父亲最讨厌的就是作风不端，看不起以色侍人的小白脸。他欣赏你，但也会因为这个毫不犹豫的丢弃你，把你踩进泥里。所以这2年多以来，小姑娘一直在为了我隐忍，身上有伤也掩盖着，直到前几天她终于砸了那人的手机，丢了他备份过我照片的 U 盘，才终于解脱。他把那人打了一顿，用地下室的药剂恐吓他，原本是天衣无缝的，可不知怎么的，白先生知道了，砸了地下室，把白宁冰打出了骨折。距离高考只有1个月，白宁冰留在医院自习，直接去高考。他的手在高考前恢复不了，只好再是左手不是右手。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白宁冰不在。透过窗，我看见外面花园里，傅喜推着他在下面晒太阳，白宁冰在笑，2人的气氛貌似很好。我莫名心口紧了紧，别开了头。方圆，白先生，我忙不迭转头，低声问好，您怎么来了？不忙，来看看。白先生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和那天暴力的样子截然不同。我们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花园里的一双身影。这几天你不在，傅喜照顾他了很久。白先生突然开口，傅家的小儿子性格好，会说话，比白宁冰看着顺心不止1点半点，他们倒是很配。我打算等他毕业后就安排订婚。我垂眸点了点头，确实，你跟宁冰相处这么久，正好他毕业，你准备去留学一趟。方圆，你知道的，我和夫人都很欣赏你，未来的白家会需要你，但是宁冰不需要。一语道破，白先生其实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在提醒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走后，我一直看着花园里的傅喜和白宁冰，他们脸上都带着浅浅的笑意。他好像从未对除了我之外的男人温和过。原来这就是男主啊！高考很快结束那天，我带着一束花去接他。方圆，白宁冰的左手不变，但并不影响他拥抱我。少女身上有着温柔的玫瑰花香，他笑着接过了我手里的花，好像从未笑得如此开心过。我们去吃饭吗？他知道高考结束他就要订婚了吗？我怔了怔，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是傅喜。他说下午5点的飞机，我送你。没关系，反正他肯定不知道高考结束我就要走了。方圆，你怎么又在发呆？这是白宁冰第3次问我这个问题。一顿饭下来，我频频走神。抱歉，我倒了杯水，面不改色的撒谎，昨晚没休息好。为什么？担心你高考。白宁冰笑了，他今天似乎很开心，比以前任何一天都要开心。那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了。现在是下午2点钟，为了赶飞机，傅喜让我3点就走。很快吃完了饭，我和白宁冰站在大街上，因为都生得出挑，频频有人打量我们。小伙子，女朋友漂亮的嘞，买朵花吗？有个卖花的婆婆过来了。我一怔，还没来得及拒绝，白宁冰就付了钱。不用，我送她吧，1支就行，谢谢你。再反应过来，我手里已经多了1支带着露水的白玫瑰，就买1支。我以为他这个阵仗得爽快的全部买，毕竟也不是没干过。可白宁冰只是笑着摇头，1支，我只要1支就够了，多谁都不行。白宁冰今天很开心，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开心。方圆，我们今天去北苑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。我率先打断道。白宁冰收了笑，我们不是刚刚吃完吗？城北那家桂花
糕我想吃很久了，我逼迫自己对他撒谎，嘴角扯出来一个笑。我一直想带给你尝尝，想了很久，就想在今天。或许是被我装出来的真诚打动，小姑娘抿了抿唇，点头了。这时是2点55分，转头穿过对面的大厦，我看见了路边的那辆车，驾驶座上坐着傅喜，我手里紧紧抓着一支白玫瑰，坐上了车。傅喜瞥了我一眼，啧，你也就只能带走一支玫瑰了。我没出声，只是靠在后座上，极为缓慢地用花挡住了自己的眼睛。身为这本救赎文里不值钱的男配，一支玫瑰已经足够买断他和我的这3年了。我学的金融相关专业，白先生虽然为人暴力，但是地位财力都在，让我一帆风顺地完成了学业，从世界顶尖学府毕了业。此时已经是5年过去，我终于有空去银行看我那张稳定被打款的卡。这是白先生给我的卡，让我在国外生活用，但我几乎不用，都是自己打零工挣钱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出来，以至于我今天才发现这张卡已经很久没有钱打过来了。可以看看这张卡最后打款过来的国内银行吗？银行新来的职员是个中国人，他对我开玩笑道，有空看看打款来源地，怎么就不回去看看？在国外的5年，我从未回去过一次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彻底摆脱白宁冰和傅喜身为男女主的天定良缘，我还更换了号码，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，这都是白先生的意思。说白了，除了这张卡，我和白家貌似没有羁绊了。当年的意思是到了时候，他会让人来国外通知我回来，赶我出去，是为了白宁冰和傅西的感情；让我回来，是为了在我身上的投资物有所值。可如今，我一个通知都没有得到，我决定买机票回国。5年过去，白宁冰应该已经大学毕业，订婚过后一毕业就顺利结婚，傅西跳过了救赎阶段，直接和他修成正果。而这时候我回来，真真实实成为了白宁冰的哥哥，他的帮手。收拾东西时，房东阿姨问我带这么多，你还要回来吗？我思索了一会儿，答回，但是又想让他们也跟我回去见见祖国的大地。说着就丢了一个小瓶子进去，瓶子里面装着一叠干花花瓣，是5年前小姑娘送的那支玫瑰。您没事吧，这位先生？刚下飞机我就去厕所吐了，我晕机晕车，因此即使在国外我也很少出门，别说恋爱，社交都很少。我摆摆手，没事，谢谢。拖着行李从机场出来，我站在路边折腾了半天，也没搞清楚国内的打车软件怎么用。一辆出租开过来，我弄得烦躁，索性就上了车。去哪儿？白氏集团大厦，您找得到路吗？因为晕机的不适感还没消退，一路上我都闭目养神，只是刚上车的时候，看见车上放了支白玫瑰，这让我下意识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司机，竟然是个姑娘。她貌似很年轻，戴着黑色鸭舌帽和黑色口罩，不怎么说话，除了第一句就没有过了。我闭着眼睛靠在后座上休息，直到车子停下，我睁开眼，耳边已经没有任何马路的吵闹，我心头一跳，车外的环境莫名让人熟悉，郊区别墅，看得见的后院的高尔夫球场。到了那一瞬间，我似有所感，转头看向了驾驶座，脱了帽子口罩的姑娘很白，衬得眼睛红彤彤的。哥哥，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我从没想过我会以这样的方式，这么突然的跟白宁冰重逢。我早就自我催眠过很多次，我只是这本书的男配，我替傅喜救赎了女主，替她完成了使命，也报恩了白家。于是她再出现，我退场，达成他们的黑结局，这本书就此结尾。而我从没考虑过结尾之后的事。你说的桂花糕呢？白宁冰扯出一个笑来，眼角已经溢出泪来。城北那家，在我高考前就关门了，他原来还去找过我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别开头，就以为能漠视他通红的眼睛。你别哭啊！曾经白宁冰被打昏迷醒来的那天，他这么对我说，可我却在抛弃了他过后再次回来，把他弄哭。白宁冰，你别够了！他突然下了车，然后拽开我的车门，从背后摸出了什么东西，略粗暴的把我拉出来，咔嚓，右手被手铐铐住，另一头在白宁冰自己的手腕上，他声音里还带着哭腔，方圆，你这辈子别想再抛下我第2次。很突然，直到已经坐到了当年自己的卧室里，我也还是有不真实感。右手手腕上多了一圈红痕，是刚刚的手铐勒的。白宁冰看见了就解开了，还恶狠狠地把手铐砸进垃圾桶。坏东西，他在骂那个手铐，我哭笑不得。可在看见他时，又觉得鼻子发酸。他长高了5年，足够让一个少女变得成熟。白宁冰的头发长了些，带着些卷，裙子腰带勾勒出曲线。当年的小姑娘，现在已经亭亭玉立。方圆，他过来抱住我，从身后紧紧抱住我，把头埋下来，一边蹭一边用力呼吸，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你先松开。他不理我，闹脾气呢，怎么哄都没用，哄来哄去他就是一句你又要骗我。我无话可说，直到有人敲门，房间里的温情才被打断。我听见那个人叫白宁冰，白总，那是白先生还在的时候助理的称呼。你好，我想问问白总的婚姻状况。哎，您开什么玩笑？白总最爱的不就是您吗？您刚回来，可苦了姑娘这么几年一个人，你们应该已经开始准备婚礼了吧？年轻的阿姨一直祝福着我们。我顿了顿，哑口无言。这里没有一个外人提到过傅喜。5年前订婚宴已经板上钉钉的傅喜，原书剧情里提到过一句，所有人都偏爱他，就连做事的阿姨也对他十分喜欢。但如今的状况，阳台往下看，白宁冰正在院子里和助理讨论工作，模样认真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只能问他了。哥哥，吃这个。白宁冰一直在给我夹菜。不用，以前都是我照顾你的。我顿了又顿，终究是问了出来。傅喜呢？气氛一时静默。白宁冰没说话，或者说白先生呢？死了。这次他答得很快。什么？死了？脑溢血，抢救无效。我瞪大了眼。我的记忆里，白先生常年锻炼，不应该就这么快的结束生命。他们都怀疑是我干的呢。白宁冰又冷不丁说了句：哥哥，你觉得呢？我确实算是我干的。他却十分坦诚。我抿着唇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可就在这时，白宁冰忽然笑了，眉眼弯弯，却毫无感情。
他又想打我，可那次我还手了，他没打得过，就被我气死了。哥哥，你要不要猜猜，我爸死后，傅喜去哪儿了？当年出国时，在机场只有傅喜送我，临走前，他突然叫住我，你猜你回来的时候，我和白宁冰怎么样了？我头也不回，很幸福。他笑了，然后走过来凑在我耳边说，就像那天医院里你看见我推他去晒太阳一样，那时候我们应该也是这样一起推着孩子散步的。白宁冰没有软禁我，小姑娘不会那样对我，只是不准我离开家。地下室的门锁着，我来的时候门上的锁不算新，但是很干净，没有落灰，最近应该打开过很多次。哎呦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阿姨看见我，忙不迭过来拉我走。您别来这儿了，不干净。里面怎么了？我的印象里，里面是白宁冰曾经的药剂室，只是被白先生砸了。阿姨不肯说，这里不是您该来的地方。白总最近来过这里吗？拗不过我。阿姨终于点头了。而我离开的时候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野兽只会听命于他的驯兽师，而不是台上卖弄的主持人。哥哥，白宁冰喝醉了，回来的时候一身酒气，抱着我不肯撒手。松开，不松开你就又跑了。我听见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怎么以前没发现他这么爱哭？我叹了口气，你现在把我看得这么严，我怎么跑？他不说话，我盯着他，心里忽然有了想法。哥哥，听话。我把他抱到了床上。白宁冰没变，喝醉了就变得很乖。我昨天在柜子里看见了一套男仆装，多半是哪个讨好他的送的，最上面放着一副新手铐。小姑娘长大了可真不像话，抱我过来干嘛？她扯着我的衣服，外套被丢在地上，我把那套男仆装的蝴蝶结绑在了她手上，漫不经心道，你喝多了，早点睡。白宁冰眼都不眨地盯着我，你爱我吗？我垂眸看她，你爱不爱我都没关系。她突然把头埋过来，我爱你，我只爱你，我要傅西滚出去，我不要他们阻止我。现在早就没人能阻止他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轻轻地抱住她，谁说我不爱你啊？我顺利地从白宁冰的衣服里摸到了钥匙，他喝醉了睡得很熟，丢在卧室里不省人事。是啊，这扇10几年的地下室门还是我第一次推开，我以为我会看见傅喜，可我没想到，我看见的是漫漫一墙的照片，我的奖状，我的照片，我为数不多穿过的几件白衬衫。照片里初来乍到的我，刚开始熟悉去在花园除草的我，在厨房给白知县做饭的我，我知道家里有个阿姨尤其喜欢给我们拍照，只是我没想到，在我走后，小姑娘一个人守着我的所有照片，将时间定格了那么久。地上有一本破旧的摊开的笔记本，我捡起来，正对其中的一页，方圆，方圆，密密麻麻的全是我的名字。我在地下室的隔间的找到了傅喜，这里暗无天日，却连老鼠都无意惠顾。是我，他就坐在那张小床上，手腕脚腕上都是沉重的铁链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双眸无神，好像被关了很久很久。你是那个？我是方圆。他短暂的反应了一下，然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好，你回来了，让我走，让我走。他好像忘了，他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主，我只是为他铺路的男配。故事也没有得到原本的结局，而是走入了今天这个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傅喜，你不是男主吗？你的光环呢？他愣愣地看着我，接着像受到惊吓的精神病人一样不断地往角落缩。不，我不是，不，我不是男主，方圆才是，方圆才是。我回忆起那天，终于从白宁冰助理那里打听到的消息，5年前白先生意外死亡，接着傅家的小儿子傅喜失踪，婚约作罢，所以这不是失踪，是白宁冰让他不得不失踪。见到傅喜的那个夜里，我又做梦了。时隔5年，我又看见了剧情，可这次的剧情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小时候的白宁冰，没有姗姗来迟的傅喜，甚至没有我，没有一切关于人物的互动，我只看见了3行字：女主白宁冰，男主林州，崩坏剧情修复中，处罚干扰剧情男配傅喜，结局提示：爱你所爱之人。哥哥，白宁冰醒了，他像第一天一样，端着一杯牛奶推门进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只是他一只手腕还绑着昨晚我给他套的那半只蝴蝶结。我扶额道，手上的蝴蝶结怎么还不扯？它不好看吗？我一时有脸热。白宁冰牵起我的手，把自己的脸挨进我的掌心，声音很轻，哥哥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姿态看起来最是纯良无害，可我只是摸了摸他的脸，低声吼，那把傅喜放了好不好？他的身子一僵，而下一秒我把他揽入怀里，因为我回来了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傅喜已经被白宁冰折磨疯了，因此他也从他口中知道了我们所谓的剧情男配，而傅喜欺骗了我们，剧情本来就是被主角书写，于是他才得到了这么一个自作自受的结局。我不信剧情，他的声音如此坚定，方圆，不是你，我谁都不要。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被坚定回应的幸福感，偏偏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。傅喜已经跟疯子没什么区别了，时而仰头大笑，时而嚎啕大哭，智商犹如3岁小孩。白宁冰把他丢去了福利院，让护工带着他做事。送他走的前一天，我们正在筹备订婚的事情，你怜悯他吗？白宁冰问我，我摇了摇头，他不值，这5年是他一手造成的，所以他的下场不叫可悲，叫活该。我们订婚的那天，白夫人从寺庙里回来了。白先生死后，他像是突然顿悟，直接搬去了寺庙里，说要给他赎罪。小时候白宁冰受到的虐待，他其实都知道。林州，过来。白夫人在我手心里放了一个镯子，她笑，恭喜你啊，没有被剧情欺骗。我瞪大了眼，难道你？嘘，白夫人笑了，不是我，是死去的那位没有被救赎的主角。下一代何其可悲！所以白先生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在白宁冰身上，而只是女配的白夫人罪孽深厚。宁冰的未来就交给你了，哥哥。白宁冰抱着一束花，这次不是白玫瑰了，是最热烈的红。都订婚了，怎么还叫哥哥？今日别墅花园里热闹异常，那个众人眼里总是阴晴不定的白总，今天好像换了人，眼角眉梢都带着笑。我不知道，小姑娘一直在笑。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也是叫你哥哥吗？知道啊，你还给我丢毒蛇。白宁冰低头凑过来，那今天就是有始有终，从今往后不叫哥哥了，叫未婚夫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今天的太阳暖烘烘的，好像我们这族人的喜悦都感染了白云。我低头虔诚地给白宁冰戴上了订婚戒指，他笑着问我在想什么，在想真正娶你的那天会是什么样。在这草长莺飞的日子里，我们的每一天都像在虔诚地诉说爱。全文完。